大家回想一下，哪些游戏是你从小玩到大的呢？可以在弹幕里面讨论一下。要我自己的话，绝对是口袋妖怪。应该有很多小伙伴和我一样吧，真的是从小玩到大，从金银黄水晶一路玩到火红叶绿，再到红绿蓝宝石，最后到剑盾。小时候就想着进入到这个神奇的世界，收服各种各样的口袋妖怪。但是在以往的版本当中，各位有没有听说过口袋妖怪的 Lost Sliver 版本呢？中文名叫做失落的银，据说相当的难玩，而且在它的背后还存在着一个非常恐怖的传说。当然，各位不要误会，不是紫苑镇怪谈。但如果有朋友想让我再讲一遍紫苑镇，我也可以给各位再出一期回忆一下。不过也得靠各位小伙伴本期的3连。那我们回到正题，在 Lost Sliver 版本的口袋妖怪中，玩家只打了一场比赛，也是最后一场，并且游戏中遇到了非常诡异的未知图腾，他们的诱导使得每一个玩家都无法幸免在游戏中死去。那么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个失落营的世界吧。2010年6月6日，一位口袋妖怪的粉丝叙述了有关于 Lost Sliver 版本的故事。他声称自己是一名大学生，在 GameStop 上面低价购买了一款二手游戏。当他开始怀旧之旅后，事情就变得越发古怪了。首先，玩家把 Lost Sliver 加载到了 GB 游戏机上，前主人留下的游戏数据看着不太对劲，训练师没有实际的名字，只用了3个点。个人资料显示，游戏总时长为999个小时99分钟，共获得16枚徽章，拥有999999个金币，以及图鉴中251只口袋妖怪，全部都是满级。玩家检查了前主人的队伍，看看到底是有多强大的口袋妖怪，但令人惊讶的是，里面有5个未知图腾，第6个则是昵称为 Harry 的口袋妖怪。起初玩家认为这是前主人故意开的玩笑，但他还是想检查一下口袋妖怪的档案。意外的是，这些未知图腾的字母各不相同，都是5级，而且连起来隐隐约约拼成了 Leaf。前面的 Harry 再加上这个 Leaf， 不免让人怀疑这是不是在暗示玩家不要再继续下去了，赶紧离开。但是对于游戏迷来说，好奇心大于一切。接下来玩家打开了第6个口袋妖怪的档案，里面只有一只普通的5级火球鼠，生命值只剩下了1，只有瞪眼和闪光术这2个技能。没有人知道为什么要起 Harry 这个名字。随后玩家就关闭了菜单，回到了游戏当中。然而玩家发现自己被困在了一个安静的喇叭牙之塔，附近没有任何 NPC， 也没有音乐，没有出口。走了几分钟之后，玩家突然想起来火球鼠有闪光术的技能，于是就用它照亮了黑暗区域，结果却相反，房屋笼罩在血腥的红光之中，玩家只好继续往前走，屏幕也越来越暗。此时出现了一个对话框，现在往回走，还带着 Yes or No 的选项。毫无疑问，玩家选择了而是直接消失了。更离谱的是，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了对方身上，皮卡丘也消失了 ，Red 也突然被斩首，只留下了透明的身体，宣告战斗结束。此时的音乐戛然而止，屏幕也黑了。回到主世界后的玩家发现自己的角色也变得透明，眼睛里面出现了黑色的东西，流着血泪。他查看了装备，发现已经拥有了40个徽章，未知图腾也都变成了20级，越来越不合理了。然而此时的未知图腾拼写成了一句 No more。角色在房间里走来走去，根本没有移动四肢，就像幽灵一样漂浮着。再加上数字毫无规律的变化，玩家开始感到不安。
游戏到了尾声，玩家还是觉得这很有可能是某个虐待狂做的盗版游戏。突然，角色被传送到薰衣草城的塔楼，四处都是坟墓。奇怪的是，玩家的头像也没了。他试图移动位置查看情况，发现自己竟然无法移动房间里面的任何东西。他走来走去，就像是游戏中的幽灵一样，不会发出任何碰撞的声音。他想检查一下口袋妖怪，发现都是25级的位置图腾了。他们拼成了一句 "I'm dead"， 我死了。他试图回到了主世界，此时弹幕里面弹出一条对话框，上面写着 "Rest in peace， 口袋妖怪训练家"。原来3个点是一名年轻的口袋妖怪训练家，他努力收集了许多徽章，立志成为一名口袋妖怪大师，但是还是没能逃脱死亡的命运，永远被困在了坟墓当中。他的努力最终会被下一代遗忘，而且无论玩家怎么重置游戏，都是改变不了的。看完这个故事，我最无法直视的就是那些未知图腾了，还能这么玩的？据说在这个 Lost Slaver 版本的游戏中，训练家在游戏里面走得越远，四肢就会慢慢消失，这是很多人一开始都不会注意到的，直到自己变成了幽灵才恍然大悟。话说以前我都不会多看几眼，说不定已经错过了不少未知图腾想传递我的信息了。当然了，这都是开玩笑的，因为这个故事是匿名发布在 Creepypasta 上面的，所以没有人知道创作者是谁，我们就暂且把它看作是粉丝经营的角色吧。所以 Lost Slaver 没有被诅咒，更没有什么超自然现象，大家就当个睡前小故事看看吧。睡前看恐怖故事，我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？当然，这想必也不会扼杀你们对于口袋妖怪的爱吧。其实要我说的话，与其说这是个恐怖故事，还不如说是关于死亡的悲伤故事。大多数 Creepypasta 的故事都充满了血腥与恐怖，以及超自然现象。但是如果你能跳出思维，就会有可能创作出新奇的故事。也许3个点这个名字的设定，就已经在暗示了我们的游戏结局。所有人都一样，终将孤独被遗忘，甚至连名字都不会留下。那么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。你们认为在口袋妖怪系列当中，质量最高或者你最喜欢的版本是哪个呢？可以在评论区下面理性讨论哦。另外，如果你们还想看紫苑镇的怪谈，也别忘了点赞、收藏和投币。那我是正正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吧。